今天介绍这部2023美国分段式恐怖新片《萤火怪谈》，究竟是怪物厉害还是阿飘可怕？第一个故事名字叫影子。话说杰克钻进货架里的缝隙，好不容易到了货仓的另一头，他看见角落里似乎有什么黑乎乎的东西在晃动。过了几秒之后，渐渐看清楚了，那是一个人形怪物，模样十分的可怕。杰克吓得又缩回缝隙里。就在这时，光头佬追到这里来，他没有发现那个怪物的存在，杰克就不停地提醒他。看完这一幕，本片的恐怖氛围营造属于中等水平，一般有怪物的设定，片子至少不会太差，值得咱们多瞧几眼。那么光头佬是否领了盒饭？杰克的命运又是如何？且听精彩娓娓道来。故事要从1个小时前讲起，那时杰克正在一条人烟稀少的路上奔跑着，此时后面有2人开着车追杀他，其实他们都是朋友，只不过杰克把他们的面粉搞丢了，他自己无力赔偿，就只能跑路，眼看就要被追上，恰好旁边有一条小路，杰克就拐了下去，刚好旁边有个铁门，虽然门是用铁链锁上的，但是可以从门缝里勉强钻进去，后面的车子就没有办法进来，光头佬只好从车上下来，钻进了院子里。杰克在院子里转了一圈，似乎有些不妙，他被2人前后包围了，眼看就要被活捉，杰克就从一侧跑了，他想看看这里面的建筑物有没有可以躲避的地方。不久他还真的发现有一扇玻璃门可以推开一点缝隙，于是就使劲的往里挤，终于憋着气收紧腹部，勉强挤了进来。杰克一看这里好像是一间大的仓库，光头佬和帽子哥也追到这扇门旁，杰克一看赶紧往里跑吧，没想到这2人也太厉害了，1分钟不到就把铁链锁用手掰开，光头佬和帽子哥走了进来，光头佬就顺便拿着铁链缠在手上做武器，阿杰只能在那些货物之间穿行。3人就在这里玩起了躲猫猫，阿杰看见了一个安全出口，刚跑过去就被光头佬用铁链打倒在地，脑子嗡嗡作响，晕乎乎的。光头佬上前走了几步，呼叫帽子哥到这边来，杰克还有点清醒，本能的钻进货物之间的狭窄的缝隙得以逃跑。光头佬看见了也没有办法，谁叫自己那么的胖。杰克钻进货架里的缝隙，好不容易到了货仓的另一头，他看见角落里似乎有什么黑乎乎的东西在晃动，于是就发生了片头那一幕。光头佬也去领了盒饭，没想到怪物瞬间就躲进了阴暗的角落，因此帽子哥赶来时没看见怪物，却看见了光头佬已经倒地身亡，所以他就认为是杰克杀的光头佬，于是大声吼叫，发誓要为光头佬报仇。杰克只好往货架多的地方躲去，但是他看见了怪物正在慢慢靠近自己，杰克只好蹲在箱子的后面，这个怪物视力似乎不是很好，竟然没有看见他。不久怪物走到别处，杰克就站起来去找帽子哥，他要把这件事讲清楚。很快2人就遭遇上了，但是帽子哥不相信杰克所讲的那些离奇故事，杰克最后发誓所讲的话都是真实的。他现在浑身都在发抖，不是因为帽子哥，而是因为怪物太凶残，这下帽子哥反倒是有些将信将疑，他要杰克不要离开这里。We're not going anywhere. What? Why? Trying to kill it. Don't be stupid, man. 哇塞，这个帽子哥也是够猛的，还让杰克顺手拿了一根撬棍做武器。可是2人刚走出货架通道，怪物瞬间就把帽子哥抓走，然后对着帽子哥就是一顿的输出。毫无疑问他是去领盒饭。杰克看不下去，就拿起撬棍从后面使劲的攻击怪物。1分钟之后，被怪物反身攻击了右腿，怪物似乎对他不感兴趣，然后只顾着啃咬着帽子哥，这才让杰克得以逃生。他寻找出口的时候，遇见了值班的保安老卡。And I've already called the police. We need the police. What's with your leg? You alright? No, there's something in here. It attacked me. What? So can w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wait for the police? Please. 杰克的请求起了作用，老卡就把他带进了值班室。老卡这人挺好的，先是帮着把杰克的右腿包扎上。这时杰克发现这里竟然有监控，这下他觉得能把他遇见的怪事讲清楚了。老卡也承认他没有盯着屏幕看，因为老板付的工资不够多。杰克就请老卡把监控视频回放一下。哎呀，这可把杰克惊得不要不要的，视频里面根本没有什么怪物，都是自己在反击光头佬和帽子哥。老卡看见那些视频也被吓坏了，他顿时觉得杰克就是个危险人物，慢慢倒退了好几步。他想跟杰克保持安全距离，杰克就拼命的解释，真实情况不是那样的。老卡就劝说杰克千万不要激动，要冷静。他又仔细的看着那些视频画面，杰克又觉得那些反杀的事情就是自己做的。老卡还在劝他 You're right. You were just trying to defend yourself.
I just need you to breathe and try to calm down, all right? 然后就打电话再次报警。就在这时，杰克表示听见了怪声，他认为怪物要走过来了。几秒之后，果真有个怪物出现在老卡的身后，但是老卡始终看不见。杰克就在桌子上拿起一把裁纸刀，要怪物离开这里。老卡就劝他冷静。最后，杰克看见桌子上有老卡的孩子相片，突然清醒过来，然后就自杀了，因为他不想伤害这个善良的老人。看完这个小故事，感觉非常的精彩。杰克一旦出现幻觉，就是他要动手杀人的时候，这点他在最后才意识到。那么下一个故事又是什么呢？且听精彩彩神叨叨讲来。第二个故事名字叫隐藏的女人。某天，玛丽带着儿子查理来到一栋刚刚买下的大宅子居住。查理对这栋房子里的陈设充满了好奇，突然1楼的一间房门自动打开，查理走过去看看，那里面还摆放着以前屋主的物品，他觉得这些很有意思，就跟玛丽表示希望能保持原样。玛丽就告诉查理，这个屋主去世的太急，很多东西来不及收拾，当然这里面有些物品他们如果觉得喜欢的话是可以保留下来的，其他的东西那就要扔掉才行，才能为他们的东西腾出空间。玛丽知道这是一栋凶宅，但是因为价格低就收购进来，打算重新装修后把它卖掉，这样他们就可以赚一笔钱了。接着玛丽在地下室发现一台古老的留声机，查理从未见过这种东西，玛丽就做了一番操作，可惜留声机没有发出声音。到了凌晨2点多，玛丽突然发现身边的查理不见了，于是走到厨房，哎呀，一个阿飘就站在查理身后，玛丽赶紧开灯，阿飘瞬间消失了。玛丽对于查理手上拿着那个玻璃杯喝水感到好奇，因为依照查理的身高是不可能把玻璃杯拿下来喝水的，问他什么他也不回答，玛丽就只好把查理叫回去接着睡觉。很明显这栋凶宅闹鬼了，但是母子俩茫然不知。第二天玛丽正在上网，就听见楼上轰轰作响，她开始以为是查理在2楼调皮而已，接着声音越来越大，玛丽有些生气。Charlie! 这下玛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拿了一把刀往2楼走去。她也是浑身发抖，推开了那间房，可是什么也没有啊，于是就走到窗户边，刚好跟查理打了个招呼。其实阿飘就站在他的身边，只不过他稍稍有那么一点感觉而已。到了晚上，玛丽正在看电视，突然留声机发出声音，玛丽走过去把它关闭，这时身后出现了阿飘，这下他真的是看见了，赶紧把灯打开，阿飘瞬间又消失，吓得玛丽赶紧跑回卧室看看查理怎么样，还好查理在床上睡得正香。第二天玛丽就把那台留声机拿过来仔细看看，他们在箱底发现一张老旧的黑白照片，上面是一名跳芭蕾舞的女子，看样子她曾经是这里的业主。查理表示他见过这个女子，还跟她说过话。这下轮到玛丽大吃一惊。 Charlie, when did you see her? When I was thirsty. 很明显这部留声机有问题，玛丽于是就把它扔到垃圾箱。可是玛丽返回屋子时，她看见查理站在楼梯口也不说话，叫了好几声，查理还是一动不动。突然查理变成了阿飘，不对，应该之前就是阿飘幻化成查理，吓得玛丽连连后退。她做过多次凶宅收购的生意，从未遇到这种情况，还好阿飘只是吓唬他们而已。到了第二天，玛丽起来发现那台留声机还在桌子上，气得她把留声机再次丢入垃圾箱内，撒上汽油，点了一把火，直接把它烧毁。心想这下总不能返回屋子里吧。查理睡醒了就告诉玛丽，刚才他做了一个梦，他以为身边回来的是妈妈，可是恰恰相反，躺在他身边的确是那个阿飘。查理也觉得有点不对劲，这时玛丽回来，打开房间灯，阿飘这才消失。玛丽觉得这里不能再待下去了，于是叫上查理穿好衣服，赶紧离开这里。就这时楼下传来留声机的音乐，没错，那个留声机又回来了。玛丽抱着查理吓坏了，连腿都迈不动。这时从1楼摇摇晃晃走上来一个阿飘，看那个架势，阿飘生前是跳过芭蕾舞的，他应该就是那张照片上女子死后的鬼魂。很奇怪，阿飘竟然走向另外一个房间，玛丽就领着一直低着头的查理走到了1楼，可是他怎么也打不开大门。就在这时，那个阿飘跑到了他的身后，对着玛丽就是哇哇大叫。故事到此结束。我认为本片拍摄的还不错，满分5星我给打分3星半。其实这两个故事都算是有头有尾，真正做到了短小精悍。尤其是第二个故事的结尾，观众也是能猜得到，因为阿飘至少死了有100年以上，
而玛丽买来这栋房子的时候，就知道前任屋主死得急，屋里陈设基本上还是以前的那个样子，所以玛丽和阿迪劝和饭是在所难免的。他们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好的，谢谢大家的捧场。